鹰狮战斗机也要援乌了。就在上周周六，泽连斯基和瑞典首相会面，双方探讨了瑞典援助鹰狮战机的可能性。尽管此前瑞典方面表示并不会派遣喷气式战机援乌，但随着美国 F-16援助的批准，瑞典方面也松了口。最近的乌克兰总统可谓是十分忙碌在新一轮的欧洲访问中，他先是去了荷兰，在荷兰首相的陪伴下，带着夫人一起坐上了 F-16战斗机，随后又抵达丹麦，这也是一个有着 F-16战机库存的国家。显然，泽连斯基这波呢是冲着战斗机去的。在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泽连斯基也终于向外界确认，丹麦和荷兰将为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最早的一架可能会在2023年年底就抵达。但是由于荷兰和丹麦并未表示能够为乌提供多少架战机，一时间呢也让泽连斯基心里没底儿毕竟两家空军目前所持有的 F-16也并不多，在援乌方面，他们还是要尽量的保持自家空军战力，而少量的 F-16战机并不能帮助乌军快速夺取制空权。想要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战机这种武器援助当然是越多越好。于是为了稳妥起见，他在这趟旅途中呢，还访问了另一个战机制造大国瑞典。但是没想到这次的访问呢，却给他了一个惊喜。瑞典一改往常拒绝援乌喷气战机的说法，第一时间就同意和乌克兰商讨援助战机的细节，看其进度恐怕要比 F-16来得更早。原来早在今年6月份，随着各国援乌 F-16的松口，瑞典也开始跃跃欲试了。要知道，瑞典在此前呢一直都是援乌大户。根据最新资料表明，瑞典已经向乌克兰带来了防空导弹系统 RBS-70、步兵战车 CV-90、豹二坦克以及自行火炮弓箭手。除此之外呢，瑞典还为乌克兰提供了配置有梭子鱼多光谱迷彩伪装的步兵战车 CV-90-40C， 算得上是付出过极大代价了。先前要不是看其他国家在战机援助上都没有松口，恐怕瑞典的鹰狮早就答应了。而瑞典之所以在向乌克兰给予军援层面十分积极主动，其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瑞典与俄罗斯中间仅有芬兰作为隔膜。有这样一个动不动就喜欢打邻居的国家在侧，瑞典对俄呢有所顾虑也十分正常。但是再怎么顾虑，瑞典也是要吃饭的。要知道，战争可是对武器装备性能开展最好验证的地区。假如包含瑞典鹰狮战机在内的武器可以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场上获得优秀战绩，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瑞典带来意外之喜。毕竟鹰狮这款战机呢，虽说是瑞典目前主力的4代半战斗机，以其小巧灵活的特点深受国际市场好评，但是在最近的8年内，鹰狮却再也没有收到一个来自国际市场的订单了。这可把萨博公司给愁坏了，即便是后来针对鹰狮进行了升级，但还是叫好不叫座。这次援助乌克兰很有可能会给已经数年不开张的鹰狮斩获新的国际订单。据了解，目前瑞典已经开启了乌克兰飞行员在鹰狮战斗机上的试飞工作，只不过在战机何时援助方面，瑞典表示还需要征求美国的同意。其官方原因呢，是因为鹰狮战机的不少零部件都是源自于美国。如果未来鹰狮想要在乌克兰天空翱翔，提前和美国打声招呼也是应该的。至于美国是否会同意援助，这就更不用担心了。自家的 F-16都同意上战场帮助乌克兰了，瑞典的鹰狮要援乌，又有什么理由阻止呢？那么倘若瑞典真的援乌鹰狮战机，那会是哪一款呢？JAS-39鹰狮战斗机是瑞典萨博集团研制的一款轻型多用途战斗机，可以执行空战、对地攻击和侦察等多种任务。其体积小、成本低、维护简单且作战能力较强。目前瑞典空军拥有近100架的 JAS-39CD 鹰狮战斗机和少量的 JAS-39E 鹰狮战机。因此，倘若瑞典真的决定援乌，最有可能的型号就是 CD 型。作为 JAS-39AB 的改进型，这一代的鹰狮战机呢是标准的北约改进型，无论是去进行对地、对空还是对海都能够兼顾。
其主要的改进呢，包括为发动机采用了全数字电子控制系统，加装了空中受油探管，为雷达换装了模块化机载计算机系统的新型处理机，并集成了萨博集团的红外光学跟踪与识别系统。该系统具有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和前视红外2种工作方式。这项改进呢，可以大大提高飞行员的空情警觉性。IR-OTIS 是一种被动式传感器，可以用于白天、夜晚和存在电子干扰的环境中。它具有空对空和空对地工作模式，可以进行多目标搜索与跟踪、高精度的跟踪选定的目标，以及为夜间导航进行成像等。除此之外呢，该机还集成了改进型电子战系统，换装了全彩色显示器，加装了头盔显示瞄准系统等等。在武器方面，尽管鹰狮是作为空中优势战斗机进行设计的，但在其首次进入服役时却是作为攻击机使用的。该机由7个外挂点，可以安装众多型号的对空、对地导弹。例如，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鹰狮可以携带多种武器，主要有 AGM-65AB 小牛空地导弹和 DWS-39防区外子母炸弹。其中呢，小牛空地导弹是经过实战检验的电势制导导弹，射程约3公里，携带57公斤的战斗部，用于攻击坦克和其他装甲目标。而在执行反舰任务时呢，鹰狮的主要武器是萨博公司的 RBS-15F 反舰导弹。该导弹携带了200公斤半穿甲爆破战斗部，射程90公里，采用主动雷达制导。而在空战中呢，鹰狮战机则能装备 AIM-120 中距空导弹。短距攻击时呢，鹰狮飞机可以携带 AIM-9L 和 AIM-9G 响尾蛇导弹。在机腹左下方的整流罩内装有27毫米的 BK-27 毛瑟机炮，整体看起来是武德充沛啊。在自卫方面，鹰狮的电子对抗设备也很不错，毕竟该机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电子战能力，而且每隔2年都会对系统进行一次升级。据了解 JAS-39C 地形鹰狮曾经与德国的台风战机演习，利用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将德国飞行员耍得团团转，在对手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就突然出现在了台风的左翼，可见其电战性能强大。而对于乌克兰而言，鹰狮战机是西方战机中少有的适合乌克兰本土的武器。毕竟无论是什么战斗机，在来到乌克兰后，总是要进行后勤保养的。再加上现今乌克兰境内大部分大型机场都有可能遭到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其他战机就算是送到了乌克兰，也需要仔细考虑到起降问题。而鹰狮则不然。该战机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瑞典的特殊需求。冷战时期，瑞典的国防压力十分巨大，一旦爆发战争，瑞典的防空部队无法有效抵抗苏联空军的攻势。因此，为了保存实力，包括鹰狮在内的所有瑞典战斗机都具备比较强大的野战能力。而且由于瑞典全国没有多少军用机场，而且气候比较偏向湿冷，对战斗机的起降距离以及稳定性有非常高的要求，因此鹰狮只需要600米的跑道即可起飞，而且不限制是机场跑道还是高速公路。同时，该机对于地勤依赖度较低，具备较高的独立作战能力。这种设计思路无疑完美契合了如今的乌克兰战场。对于乌克兰空军而言，鹰狮无疑是生存能力的绝佳体现。而之所以鹰狮能够做到短距起降，和它的小身板离不开。跟军火市场上的其他3代机相比，鹰狮绝对算是个小个子，其整体机长只有14米，翼展为8.4米。当然，小也有小的优点。鹰狮不仅更加的灵活，它的制造、使用以及维护费用也都很低。相比于轻则就是上亿美元的美式战机，鹰狮呢绝对算称得上是划算了。而且在维护上也有着绝大优势。仅需要6名地勤人员就可以完成加油、装弹、充电等一系列工作，整个过程可以不超过10分钟。最后一个优点就是武器方面的通用性。鹰狮除了可以挂载瑞典研发的各类导弹之外，还可以通用大部分北约主流的武器装备，并且它还采用了现代化的西方火控系统，可以装备美制先进的 AIM-120C 主动雷达制导空导弹，还有更好的 PS-05A 雷达。这种东西呢，虽说不是有源相控阵，但是对于探测俄战机这种 RCS 信号源明显的大家伙还是很轻松的。
完全可以在视距外进行打击。这样的一款战机呢，无疑是为乌克兰空军增加了一种新的能通用欧洲导弹武器的平台。现在瑞典打算将 JAS-39CD 战机提供给乌克兰空军，可以说这会让俄空天军很头疼。因为 JAS-39战机比俄军装备的苏27、苏30早期型号更先进，还能够使用 AIM-120C 远程空导弹。一旦乌军批量接装 JAS-39CD， 对于俄空天军来说将会极大地增加战场压力。该机的对空作战半径为800公里，如果执行对地打击任务，还可以携带几乎全部的北约制式的空地精确制导武器，具备很强的多用途作战能力。如果这种战斗机确实装备了乌克兰空军，那么乌空军将会在战场上更为活跃，而俄军防空压力则会大幅增加，特别是鹰狮战机配备的北约先进的空导弹，在技术上明显是领先俄罗斯。在和鹰狮战斗机进行空战时，俄军的大多数战机都很难讨到便宜。不过话又说回来，随着瑞典同意援乌鹰狮之后，其他国家的战机是不是也要跟着意思意思呢？其实在这方面啊，德国也有援助战机的打算。此前在乌克兰求援德国金牛座导弹被回绝后，德国就表示十分愧疚，毕竟自家的金牛座导弹也不多，如果全给了乌克兰，也会影响到德国空军的战力。不过作为补偿方案，德国可以考虑向乌提供战斗机，毕竟德国早在去年就斥资84亿美元购买了35架美国的 F-35。据德国媒体报道，只要换装了 F-35， 德国空军现役的比较老旧的狂风战斗轰炸机将逐步退役。目前德国拥有116架狂风战机，在换装了 F-35后，这些刚刚退役后的狂风无疑能让德国在援乌这件事情上出一把力。狂风在设计之初呢，就被定性为一款具备纵深打击能力的高性能战斗机，能执行对地打击、空中火力支援、截击和防空等多种战术任务。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2.2 马赫，拥有926公里的作战半径。目前德国空军手头上的狂风战机有2种不同的型号，一种是狂风 IDS， 属于常规型号，主要负责对地攻击，其特点呢就是能够进行超低空突防，在冷战期间被德国空军当作战术核武器的投掷载机，令当时的苏军十分头疼。在如今的俄乌战场呢，乌军可以使用狂风 IDS 对俄军机场进行快速突袭，在挂载了反跑道子母弹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够重创一座野战机场，重创俄军前线战机，从而严重影响到俄军的制空权。而至于第2种狂风战机呢，则是狂风 ECR， 这是一款电子战机，取消了航炮，则是强化了防空压制能力，主要负责携带哈姆这类反辐射导弹猎杀对方的防空系统。考虑到乌克兰空军早就获得了哈姆反辐射导弹，如果德国选择援乌狂风 ECR 电子战机，则可以进行相互配合后，对俄军部署在前线的各类野战防空系统将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削弱俄军对战区空域的管控能力。再加上其他的 F-16和鹰狮，以及澳大利亚先前承诺的大黄蜂战机，或许每个国家都能够提供的战机数量有限，但在这么一连串的战机联盟下，也能够为乌克兰积累出一支强大的空军。届时，战线上空的制空权将很快被乌军掌握。那么视频的最后呢，大兵也不得不感慨一下命运的奇妙。无论是瑞典的鹰狮还是德国的狂风，都没有机会与苏联战机一较高下。但到了新世纪的乌克兰，却有机会来为这些飞机证明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